Hello，大家好，今天是10月22号的周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比特币。昨天10月21号晚上10点，然后冲击了一次114000的一个位置，然后下半夜又下来了，然后又回到了这个震荡区间。我来画一下它的压力位了。自从下跌以来，这一波的压力位就很清楚了。接下来的一波大的震荡应该就是在10.2万到3600之间，然后上面是115000到114000之间这些位置震荡，然后看如果说中间会有什么不好的新闻的话，可能还会往下探，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筑底，然后蓄势还是筑底，蓄势反弹的一个阶段，不需要过度的看空。这个位置应该会有大量的现货接盘，还有合约接盘。整体的话，它是在一个大的震荡区间里，现在是在一个中线的位置，后续会不会到下半个下半区间，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昨晚上应该是有什么新闻，对吧？应该是川普总统的一些讲话，然后造成了这一波下跌。这一波应该是试探性的往上涨。然后我加的是以太坊，我没有加比特币我们先拿比特币这一个指标来主要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些我们该做什么。这个位置我也不建议做空，然后我们看一下期货的这个期货市场，这是币安 U 本位的交易对的永续合约数据，然后现在市场对这个位置是极度的看空，然后如果说整个市场极度的看空的话，那么如果说你做单的话，就不宜过多的看空了，对吧？毕竟还在一个牛市的背景之下，现在即使你不看多，那也这个位置也不应该看空，你恐怕会空在脚底。从10.08万到10.3万这个位置，五千个点，然后往下是5000个点，往上破的话11.5万，那就是7000个点，所以说性价比并不高。这个位置就是有货的手里拿住，没货的我倾向于还是逐步减仓，但是即使不看好，你可以不参与，但是过多的看空不是就是没有性价比。然后整体的持仓也趋向于原先那个样子，前面是怎样，现在就怎样。市场还是在一个等待选择方向的时候。现在应该加强一点，就是波段能力啊。当行情走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加重仓位，或者说再加杠杆。现在都不适合做太大的一个行动。然后看一下以太坊这个位置，以太坊跟比特币一样，都是同步了，然后上破了一下，然后又回到这个区间了。这个形态就我们把它的是一个震荡区间，我们画出来。
那以太坊由于这些机构的持仓榜，我觉得它对它的价格的稳定是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接下来的，如果有什么利空的消息，那么下面可能还会再下探3600甚至更低的位置，但是我不觉得它会低到多少。你说有利空消息，但是整体来看，呃，大部分的问题都摆在了明面上，摆在明面上的一些问题，只是在情绪上的影响，但是在一个中期的一个资金策略上，觉得作用还是会弱化的。呃，我还是倾向于原来的观点，到现在为止，即使价格嗯上冲受阻，但是整体的接下来的行情，我还是维持原来的观点，会有一波反弹啊，会有一波反弹，牛市末尾的反弹。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嗯，其实价格的波动还不是很大，不足以让我改变我现在的一个看多的观点。以太坊是回调了6.5%，都在都在可控范围之内。6%差不多的。以太坊其实还偏比较硬的。所以说，接下来的比特币行情，我们要做好它在10%这个范围上下波动啊。然后，以太坊应该会跟比特币同步。那么，比特币震荡，像以太坊山寨可能还会更弱势一点。那么，我们要做好山寨继续破低点，还有以太坊继续可能破前低，或者说保持强势啊。这个我们现在没法说，我们只能做一些防御性的措施，对吧？对于宏观，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些技术面，像比特币日线级别，日线级别，我是还是看接下来这是一个底部的区间，像这种清算以后都会有一段时间的整理，然后再选择方向。那么尤其是11万啊，10万06千、7000这个位置，这个支撑位是原先经过了1、2、3、4、5，至少5个非常大的测试才完成的一个支撑位。然后测试这个支撑位是1次、2次、3次、4次，这应该是第5次。那我倾向于，尤其在这种位置，嗯，多空方向的博弈应该是很严重的，短时间也看不到太多的方向，所以接下来的操作，我是以波段加强点波段能力，然后手里拿着货，手里有货的，我肯定还会再留一点，但是加强点波段能力，然后到这个区间可能会出点，到中线往下，有可能还会把仓位再加回来。什么情况下我会转变我的态度？我现在对接下来的这一波行情，这一波行情的看法是这个位置，我倾向于在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是差不多的感觉。然后在这震荡震荡，可能还会下插，但是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修复，然后后续可能再上冲个12万，或者说12.9万啊，具体到多少我也不知道。当时那也得顶部得根据当时的情绪、当时的市场状态来定。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以做反弹、做多为主。像这是布林带的周线级别，布林带的周线级别的下沿，往往有很强的支撑作用，对吧？像这个位置，像这些位置啊，在5.5万的位置，在8万的位置，那现在是在10万05千这个附近，那我倾向于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
反弹啊。什么时候我会把它转变我的想法呢？就是整个通道开始往下转。我第一个视频说过，这一波反弹的第一个压力位就是115000到114000，但是昨天是测试了一下114000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它没有过去，或者说，短时间可能是情绪方面引起的一个拉升，但我们也算第一次测试啊，这是第二次测试，第一次测试是在这里，这是第二次测试。那我觉得还会有第二次测试，那么后续是往下走，然后再测试，还是在这震荡震荡，然后再测试一下，这就说不准，对吧？我们现在只能是根据现在的不确定性来做一些我们能掌握的一些行情啊，能吃到利润的一些操作。那么接下来如果它再往下，或者说一直在震荡，或者说再往下，那我倾向于在这个区间，我会再逐步的把仓位再加一点，再加回来，然后测试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看情况，然后把仓位再出掉。那如果说转势的话，我倾向于就是这些均线走到了200以下，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啊，走到了这个下面，走到了这个下面，然后整体的周线级别的 MA20和30也开始出现了拐头，就是往下走，通道开始往下滑。你看这些地方是通道还没开始往下滑，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阶段，像这个地方，对吧？然后下去以后它就上来，并没有破坏它的价格通道的结构。那么如果这个位置它往下走，破坏了它的价格上行通道的结构，开始往下，那我从技术面上，我就可能接下来会以做空，或者说把手里的货全清掉，然后做防守、做空为主。但是现在为止，我还看不到，我还倾向于现在是一个筑底震荡，一个整理阶段，一个偶尔会上下插针或向下插针，然后这样震荡整理收敛的一个状态。啊，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我的看法从二十二十20号就一直是观点，然后操作也是以这个操作为主。即使它没上去，但是我也不觉得对当下我的操作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还是有利可图的。就是把原先常拿的仓位，现在以做波段为主。是吧？你像周四，就接下来的周四和周五，周四是初领失业金，周五是 CPI。那这两个像周四周五，我倾向于过了周四周五，甚至当天就会有价格反应。今天是22号，也就还有个2、3天。如果这2、3天也是以震荡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空，那可能价格也会在这震荡震荡，然后等待一个信号，是吧？等待一个宏观的配合，然后再往上测试一下，是吧？那比特币的观点还是第一个压力位还是115000啊，114000到115000这个位置啊，115000到115000到114000这个位置啊，再下一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了，老观点还是不变的。不好。因为这是一个这个行情往下走的第一个破位的位置。像这种下跌，那肯定就不是散户的力量，那指定是大资金，对吧？那么大资金开始往外走，那么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一个高估的价格。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这个市场，对吧？整体的策略还是很清晰的，就是下来我会加，上去我会卖。那么如果突破这上面，那我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之间做波段，做小波段。
也是有5000个点的利润，是可以的。啊，这个位置我倾向于在筑底，因为现在是流动性是一个流动性恢复的期间啊。你记住，像这种大的插针一定会有很长时间的流动性修复、流动性吸引，然后借助一些好的一些宏观策略或者说利好，把资金再吸引过来，然后再合力形成一波行情，对吧？那么现在就是一个还是整理震荡的末端。嗯，后续会不会给一个假跌破，对吧？往下插针，那我们就不知道。但至少在这个区间，这个区间的下沿是以看多为主，这个区间的上沿是以小看空为主，但是也不适合做。当然，这个位置做多的话，其实还是有性价比的。那么突破，像在114000附近做空，那么在115600、5700这个地方设止损的话，那么盈亏比也是还可以，盈亏比还是可以，盈亏比也是不错的。盈亏比还是不错，盈亏比4:8，对，在这个区间做空也是，当然做的都是短线，在大趋势上我是看空的啊，在中长趋势看空的，我只是对接下来的1、2个月我是看反弹啊，看以太坊能带领一波行情，但是对整体这个时间点我也是看空的，但是这个位置真的不适合做空。如果你真要做空的话，还是往上走走，然后逐渐的慢点加点底仓，是吧？或者说慢慢的加仓。现在还是以做多为主。现一些以太坊的压力，以太坊最好的加仓位置就是3800到3600这个区间了，我不觉得它会下杀到多大。现在还是在等。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今天说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在原先的视频中已经说过了。今天的观点就是这一波上冲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这个位置再往下，只会越跌越加啊，不过分看空。然后上面第一个压力位还是114000到115000，然后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还是12万附近，或者说接近于12万。你像现在的市场情绪，有的时候会提前的消化，对吧？
比如说大家都看12万，那可能有些人就11.8万、11.6万、11.9万就提前出了，然后形成一个局部的顶点，对吧？但是我们要做单的话，那肯定要有一个要做单，肯定要有一个确定的计划、确定的价格，然后具体的操作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那我们说是到这个地方，那么可能我会做空单或怎样。那么万一它就蹭蹭蹭2根 K 线直接上去了，你根本就不会给你做单的机会，连一个做空的结构都不会给你，对吧？那么直接就冲上去，在这个地方震，对不对？那么行情它怎么走势，我们没法去猜，我们只能根据当下的情况，或者说，呃，从后续的走势中，我们看这个去解读这个市场，去根据我们对这个市场的理解，做一些我们自己的操作，看能不能从中获利，是吧？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只是一个模拟啊，模拟，哎，它跌下来，这个市场会怎样啊？根据当下的一些宏观政策，根据当下的一些量价关系啊，根据现在一些技术图表所展示出来的一些信号，我们来做单。那像现在为什么我不过多的去看空呢？都说了，这个是个周线级别的支撑位，那么周线级别的支撑位至少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慢慢的磨嘛。像这种周线级别的分歧点，其实资金互相博弈的力量都很大，我们只能等，我们只能等。还有就是接下来这个政策还是一个降息的周期呀，还是一个缩表的预期呀，所以说这就是我不过分看空的一个理由。如果我要看空了，一定是第一个，大部分的利好要兑现，或者说即将兑现，然后技术图表也开始出现明显的信号，那我就直接就转变我的观点，就开始开空了，是吧？那么现在还不到那个时间段，尤其像这种大跌、大的清算啊，它在整理后都会有一个回抽，都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弹，然后再选择接下来的行情，这是纯经验之谈，这是纯经验之谈，就是所有的这种大跌，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像这种大跌、大的清算插针，后续都会有一个不错的反弹，而不是这种震荡啊。但现在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好，这就是今天我想补充的一点看法，好吧？下个视频再见。